近日，上海市卫健委官网发布了2023年上海市人口监测统计资料主要数据汇编。根据最新的生育分析数据显示，2023年上海总和生育率为 0.6， 户籍人口平均出育年龄为 31.66 岁，平均生育年龄为 32.56 岁。根据官媒报道，上海户籍人口女性平均出育年龄总体呈现不断推迟的趋势，2015年为 29.01 岁，2018年为 30.1 岁，2019年为 30.29 岁，2020年为 30.73 岁，到了2023年已经上升到 31.66 岁。什么他妈的叫惊喜？什么？根据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1-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情况，其中住宿和餐饮业实现零售额 490.26 亿元，下降 2.5%。再看看北京的数据，近日北京市统计局显示，今年1至4月，北京餐饮业收入 422.2 亿元，同比下降 2.3%， 其中4月份收入约 104.19 亿元，同比下降 8.9%。 再看看开闭店数据，更不乐观了。对比去年，餐饮创业潮逐渐退去，同时市场进入高速淘汰期。截至5月16日，今年全国新开店和去年同期相比，差额足足有 42.7 万家。注销吊销方面，今年1月、3月和4月倒闭餐企均高于去年同期，其中1月是去年同期的2倍多。2023年全国29个城市的地铁运营出现亏损，即使扣除政府补贴后也依然入不敷出，这在全国范围内上属首次。以往尽管多数城市地铁都在亏损，但总有几个城市能够实现盈利。例如深圳地铁常年稳居利润榜首，武汉、济南等城市也曾有过盈利的辉煌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北京地铁获得了最大的政府补贴，但亏损额也是最高的。去年北京地铁获得政府补贴 253.4 亿元，但即便如此，利润亏损仍高达 229.4 亿元。地铁亏损的原因，归根结底是运营成本过高。运营成本方面，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报告，2019年全国轨道交通企业运营成本不含大修更新，中位数为 1126.15 万元每公里。北上广深等进入大修更新期的企业运营成本超过1500万元每公里，这些运营费用主要用于人工成本、维修成本、能源消耗和维护费用等方面。眼下中国的宏观环境变化，地方债务问题凸显，许多城市的财政状况捉襟见肘。根据财政部最新数据，2024年前4个月，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45676亿元，同比增长 0.1%， 其中4月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同比下降约 2.5%， 增速由正转负。具体到不同省份，各地收入有明显差异，但总体看增长乏力。截至5月23日，各地财政部门网站汇总的数据显示，目前有13个省份公布了前4个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，其中前4个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的省份有9个，分别是吉林 10.9%、四川 5.4%、甘肃 4.4%、湖南 3.6%、贵州 2.5%、江苏 1.7%、宁夏 1.4%、浙江 0.5%、云南 0.3%。与一季度收入增速相比，吉林、浙江、湖南、贵州、云南、甘肃、宁夏前4个月收入增速放缓。比如吉林省4月份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11.5%。吉林省财政厅解释，当月收入下降，一方面是增值税留抵退税相对集中，先进制造业增值税加计、抵减政策翘尾减收，上年同期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税缴库、抬高基数等政策性因素影响；另一方面是汽车市场竞争加剧、土地房产交易下滑等因素影响。另外有4个省份前4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出现下滑，
分别是河北负 0.8%， 江西负 3.1%， 广西负 7.2%， 山西负 16.2%。之所以前4个月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乏力，跟一些特殊因素有关。其中，国家在2022年出台制造业中小微企业部分缓税，集中在2023年前几个月入库，这抬高了基数。另外，2023年年中出台的4项减税政策对今年财政收入形成翘尾减收。如果剔除上述特殊因素后，地方财政收入实际增速会有所好转。比如财政大省浙江前4个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0.5%， 扣除特殊因素后可比增长 6.7%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组成，又以税收收入为主。税收是经济晴雨表，收入状况备受关注。上述13个省份前4个月地方税收收入增长的仅有云南、吉林等地，绝大多数省份税收收入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。当然，扣除特殊因素后，部分省份税收收入转正。以财政大省江苏为例，今年前4个月，江苏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4139亿元，增长 1.7%， 其中税收收入完成3159亿元，下降 4.4%。若扣除特殊因素，税收收入可比增长 2.4%。除了特殊因素外，经济增长承压、部分企业经营困难、房地产市场低迷、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持续负增长等，也都制约了地方财政收入增长。根据财政部最新数据，2024年前4个月，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45676亿元，同比增长 0.1%。其中4月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同比下降约 2.5%， 增速由正转负。具体到不同省份，各地收入有明显差异，但总体看增长乏力。根据各地财政部门公开的数据，今年前4个月，江苏、浙江、四川、湖南、吉林、甘肃等地非税收入保持2位数较快增长。比如，吉林省财政厅数据显示，今年前4个月，全省非税收入161.7亿元，增长 33.3%， 其中国有资源、资产、有偿使用收入69.2亿元，增长 68.3%， 主要是各地多渠道盘活资源资产的拉动。罚没收入22.9亿元，增长 60.2%， 主要是公安大案要案、纪检监察等罚没收入集中缴库。江苏省财政厅解释，今年前4个月当地非税收入增幅较高 28%， 主要是各级多渠道盘活国有资源资产形成的收入，包括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出租、出借、处置收入以及市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等。对于地方财政来说，除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外，以卖地收入为主的地方政府基金收入也是地方财力重要来源。而受楼市持续低迷、土地成交量价下跌等影响，地方卖的收入降幅扩大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今年前4个月，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12158亿元，同比下降 9.3%，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0536亿元，同比下降 10.4%。 中央层面继续加大对地方财力支持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截至4月上旬，今年预计10.2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中，已经下达8.68万亿元。一般性转移支付和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中，具备条件的项目资金已经全部下达给地方。